我知道我的这一番言论会遭喷行，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先生1号。家人们，太抽象了呀！咱们1个礼拜之内全网涨了100万粉，100万粉呐！当然这事儿本身是个好事啊，咱们做的这个哲学视频节目，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啦。但是呢，这波涨粉呢，属实有点抽象。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不知怎么的，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流行这样的片头：本视频耗时3个月制作，共计3个小时，带你一口气看完4大名著，一口气看完24时，一口气看完。耗时3个月是吧？一口气3个小时看完是吧？于是呢，我就整了一个活儿，我就把往期的一些大问题节目做了个串烧，挑了30个大问题，拼成了这样。本视频制作耗时2年半。是的，耗时2年半，一口气24小时，要一口气看完才能开悟哦。兄弟们，你悟了吗？反正我是悟了，本来是当整活玩的，结果咱们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全网涨粉100万，我这不仅是悟了，是笑嘻了。但是呢，刚笑嘻了一下，不禁也觉得悲凉。就咱这30个大问题，那确实就是耗时2年半制作出来的。这个好多观众朋友发评论弹幕说哎呀，这真是个宝藏博主啊！到今天我才发现，在这个视频平台上还有这么好看的哲学节目呀！今天才发现，3年了，咱们这个哲学节目更新已经3年了，这3年间你都没看到我们这个哲学节目吗？辛辛苦苦做了3年节目，没多少人看，整了一次抽象的活，火了。兄弟们，反正这次我是真悟了，一个频道的命运当然要靠内容质量，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当然了，这是好事了。无论由于什么样的契机，反正现在是有更多的人来看咱们这个哲学节目了。短时间内呢，增加了好多新订户、新观众，也感谢大家的捧场。这好多新观众呢，都对咱们大问题这个哲学小节目的形式有不少溢美之词说是没想到一个哲学类的知识节目并不是一个讲师在那做高头奖章给人讲课，而是采取了不同阵营的哲学家之间的互相辩论的形式这种形式很有意思。有观众呢就私信问我请问夏先生，你是怎么想到大问题节目这种哲学家之间互相辩论的形式呢？你是怎么构思设计出来这样的节目形式的呢？这个老观众可能知道但是我这里需要跟新观众解释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真不是构思出来的，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迭代出来的，或者准确说是踩坑迭代出来的。在6年前的夏天，也就是2018年的夏天，我自己制作过一档视频节目也是围绕着一个大问题的辩论节目。节目里面有3个人，主持人是夏先生，辩论双方是春先生和邱先生。只不过呢，这3个人都是我一个人演的。节目形式呢，模仿的是新闻节目视频连线的方式。夏先生呢，作为身在北京的主持人，就有一个大问题比如说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比如说基因相亲是否能够找到真爱这样的大问题。视频连线呢，来自纽约的春先生和来自伦敦的邱先生，两人互相辩论夏先生身穿白色，代表中立的主持人；春先生呢，身穿红色，激情澎湃，代表一种偏左偏激进的立场；而邱先生呢，身穿蓝色，沉着稳重，代表一种偏右偏保守的立场。反正这节目呢是费了半天劲又是服装又是化妆又是道具服化道特别细致。这个后期制作呢还各种百万剪辑、百万特效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做了5期这样一人分饰3角的大问题辩论节目然后上传到视频平台上。我当时就估计这么大制作，这么有创意，这么好玩，这么有趣，那他们还不得火爆全网结果5期更新下来，每期平均播放量1000左右，相当于是没人看。这个播放量低没人看倒还无所谓咱做视频自媒体这么多年这个视频播放量本来就是很不确定的，这早就习惯了。这个关键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一人分饰3角的大问题辩论节目，随着时间的推移，1个礼拜以后，1个月以后，2个月以后，我再回头看它，我怎么感到越来越羞耻呢？我怎么感到越来越尴尬呢？我开始自我质疑，我当初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居然搞出这么尴尬的视频节目我的老号机器人夏先生1号呢，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节目选题和节目形式。这个以前的远古视频我都不敢看看了尴尬症直犯但是呢我都没删掉就当个纪念摆在网上。但这个春夏秋一人分饰3角的视频节目，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份尴尬，我直接全网都给删了。幸好当时没什么人看，估计全网删了以后，春先生和邱先生就死了，互联网上就不会有春先生和邱先生的痕迹了。兄弟们，为了做这期节目，我昨天晚上自己又看了一遍当年超级尴尬的这个春夏秋节目。
哎呀妈，真的太羞耻了！我这里忍着尴尬给大家展示一段啊。刚刚我说的问题，二位也都听了，我就问二位啊，你们觉得身材能体现一个人的素养吗？春先生，你觉得呢？身材还能体现一个人的素养？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那邱先生，你的观点呢？首先我要说明一下的是，免得夏先生给我挖了一个坑，我并不觉得身材关乎到某一个具体的人的素养层面，但是我想表明的是，保持良好的身材体现了一个人优秀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是值得提倡的，这就是我的观点。好，既然二位先生已经表达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二位先生的观点。这一次呢，由邱先生先发言，邱先生，请发表你的看法。我知道我的这一番言论会遭喷，就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啊，差不多就这意思吧。然后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行，好。所以你们问大问题节目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它真不是构思出来的，而是踩坑迭代出来的。大问题节目是踩着春先生和邱先生的尸体才幸存下来的。踩了春夏秋辩论节目的坑以后呢，我大概总结到啊，就这个春夏秋辩论节目之所以不好看啊，就在于这个节目啊，在观众看来到底是来看小剧场演小品，还是来看不同阵营之间的认真辩论的。确实呢，每一期春夏秋辩论节目的文案呢，我都是花了好多心思，查阅了好多资料写出来的，每个议题呢都是值得争论的大问题。但是观众一点进来看，一个人分饰三角，还纽约，还伦敦，这花里胡哨的，这到底在干嘛？观众直接就蒙圈了。我是谁？我在干嘛？我来这个频道到底是看啥？所以呢，在踩了春先生和邱先生的坑以后呢，在筹备大问题节目的时候呢，就有朋友建议过我啊，说以第一人称来扮演哲学家，这样多有趣啊！我坚决否决了呀，咱就好好说话，就一个主持人夏先生，他查阅了一些资料，然后呢，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转述不同阵营的哲学家的言论。我呢，尽量不夹带私货。我更多做的工作呢，是把哲学家本来晦涩难懂的理论呢，翻译成现代互联网平台上非哲学专业的观众能够听懂的语言，并且呢，多举一些例子和段子，帮助大家理解，这样来增加节目的趣味性。感谢观众的厚爱啊！这样的第三人称转述的辩论呢，终于受到观众朋友的认可了，咱们的视频节目终于有人看了。我们这个大问题节目啊，有一个指标，在整个互联网视频平台上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那就是弹幕量加评论量，然后除以播放量啊，也就是互动比嘛。也就是看了本期大问题以后，观众与观众之间在评论区就这个大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和争论，这就很好的解决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张力了。也就是呢，我用第三人称在节目里面转述，观众朋友你们用第一人称继续在评论区参与这个讨论和争论。有不少观众朋友表示呢，就是每次看完一期大问题节目以后呢，在弹幕评论里面和其他观众讨论还不过瘾，还想用更直接的方式参与讨论。于是呢，我们开设了一个大问题讨论社区，叫做 Agora 啊，这个名字呢取自古希腊雅典市中心的广场和集市，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就经常在 Agora 广场上和人一起探讨大问题。我们就开设了这么一个讨论社区。目前呢是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呢，每天公布不同的大问题的议题，让社区会员们一起来以第一人称参与讨论和争论。但是呢，也有不少观众朋友表示啊，就是我也很想参与讨论和争论啊，但是我毕竟不像大问题节目里的哲学家那样能言善辩，我不知道怎么样论证我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呢，我自己有个观点，我自己很认同，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道理给讲出来，让别人也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其实啊，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大问题节目啊，并不是一个讲授哲学知识的节目，而是一个知识娱乐节目，或者说综艺节目。它呢，就是一场武林大会，各路哲学家呢，就相当于武林高手，在这场武林大会里面比武过招。这是一场体育综艺节目。这个哲学家们之间互相过招的武功的名字叫做论证与说服的技啊。这个大问题节目啊，并不教授论证与说服的武功啊，而是展示哲学家们的这套武功。那你作为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如果想要学会这些哲学家们武林高手的一招一式，我们专门为大家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叫论证与说服。其实这个懂行的观众应该知道啊，这门课的名字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叫做修辞学 （rhetoric）。这个修辞学其实简单说啊，就是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言之有理的说服他者认同你的主张啊。这个课程链接在置顶评论或者小黄车里面，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啊，懂哲学史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啊，
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一类收钱教课的知识付费的课程，教的就是论证与说服啊，就是有一帮被称为智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教授的。这一帮哲学家呢，其实也就是人类教师这个职业的祖师爷。论证与说服这门课呢，也是我这个学哲学出身的自媒体人出道这么些年开设的第一门付费课程。我呢，今天也算是步了我们祖师爷的后尘，传授智者之术。真是不好意思啊，向各位观众朋友吆喝我们节目变现的生意。其实啊，作为一个内容作者，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收看我做的内容，这就是对我这个内容作者最大的奖赏了。当然，我们也需要变现啊！我现在是全职做这个哲学节目的，我现在也有同事了。我们呢也希望通过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换来观众朋友在营收方面的支持。当然，说实话，其实我们这个哲学节目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好了。比起之前完全是亏本自费做内容，现在我们不仅有更多的收看，也开始有一些收入了。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未来还能做多久，还会不会有更多的朋友过来观看。但是无论怎样，现在已经是好多了。我至少可以说，这个视频节目总算有不少人看了。我现在终于可以不那么羞耻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自媒体人了。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呢，就是看到最近这一波新观众的加入，这就不禁让我回忆起2018年的夏天，我家里空调坏了，还舍不得花钱去修，我还得里外三件，穿着长袖配马甲，戴着圆顶礼帽，扮演来自伦敦的邱先生。扮演完邱先生呢，我还得立即换一身行头，剃掉胡子，贴上纹身贴纸，戴上耳钉，扮演放荡不羁的来自纽约的春先生。其实这个一人分饰三角的春夏秋的辩论节目呢，是我第二次做视频自媒体的。我第一次做视频自媒体是从2016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我更新了一整年的节目，周更。可是，一年下来，总订阅量连1万都不到。那时候我真的是做不下去了，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于是我不得不停更，去找工作养活自己。这期间大概有1年多我没有拍视频了，但是我总是放不下想要继续去拍视频，我总想要回去继续拍视频。当我做的那份工作越来越没有做头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一人分饰三角的春夏秋大问题辩论的节目形式。当时脑子烧坏了的我觉得这种形式肯定能火，我果断辞去了工作，在家里倒腾起了春先生和邱先生的孵化道。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了，依然没人看，这让我更加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做视频的料。不过现在看来，从大问题节目现在的视角回看啊，虽然这种事后追溯是不科学的，我还是忍不住想对春先生和邱先生说，你们没有白死的，你们是大问题节目 1.0， 现在的大问题节目是大问题 2.0， 我还会把大问题节目持续做下去，以后会不会迭代出 3.0 4.0 我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说的就是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你们是让我们继续拍视频做节目，继续更新迭代的动力。未来会怎样呢？我们一起边做边看吧。